就是我不知道朋友们啊，我跟你们也讨教一下，因为咱这个直播间有很多水平比我高的人，一定有啊，我大部分人都比我高，咱们直播间里有90%的人水平都比我高，所以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你们，你们在现实当中怎么跟一个朋友的交流才能算是熟？你告诉我，就俩人做过什么样的事儿算是熟，算是就是你们觉得好像就是朋友挺熟的。你们可以分享给我吗？就什么样的一个朋友关系算是熟？有没有说互怼，天天互损，一起上厕所，睡一起，不装矜持，借钱，同吃一碗饭，一起玩聊天，骂他。那跟你做朋友也是有点倒霉呀、跟你好朋友熟就天天骂他，那还行。一起去游乐园，当他面放，三观一致，一起哭，一起去玩，亲一口。哎，朋友们，这样子，咱打住啊！等会儿，我这个问题可能抱歉，是我不够严谨了。我说的是什么呢？第一，前提是同性；第二，就是我说的是朋友啊，没有其他的情感啊，朋友们。第一是同性啊，第二是朋友，是友情啊，我说的是友情啊，不是别的情感。怎么才算熟？你们再给我一个答案好不好？啊。你俩人一起睡，同吃一碗饭啊，一起出去玩，一起哭，就手拉手。那估计你的说手拉手那女孩，就是说这个人朋友是女孩是吧？然后我当时有一天出去玩，我跟魏淑玉我俩手拉手也挺奇怪。一起旅游，穿一条裤子，互相开玩笑，一起看刘玉宁直播，这是纯朋友，这是。一起看宁哥直播，这绝了。一起追星刘玉宁啊，那这是熟到不行了啊！分享自己的趣事，一起泡吧，无话不谈，互换衣服，一起玩泥巴，有同一个讨厌的人，喜好相同啊，给他一脚，就是一起洗澡，一起洗澡也是正常啊，因为我们东北那边大澡堂都是一帮大老爷们在里边洗，睡一起，一起吐槽工作，相互信任。那你们的熟就是仅限于这些是吗？那行，那我算是白请教了。没有点说出什么让我意外的东西啊，就除了说一起睡这件事儿。人家拿你当朋友，你却跟人一起。行吧，反正就是明白，差不多，那也差不多，那我也能称之为熟了啊，也挺熟。一起吃饭也有了啊，一起工作也有了，一起讨厌同一个人也有了。互相搓澡，搓澡还行，因为我们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过分啊？因为我们东北那边就比如朋友一块搓澡，哪怕是不是朋友，有的时候你在澡堂里。我们东北就流行澡堂子嘛，去了，比如说在这搓澡嘛，自己给自己搓嘛，有时候不舍得花钱叫找人给你搓，你自己给自己搓，但你搓着搓着后背搓不着，你就会跟旁边有人说那个，哎哥们儿，你帮我搓搓后背呗，我一会儿帮你搓一搓。俩人可以互相就是搓后背的，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啊？我们那边就是我小的时候去澡堂洗澡的时候很常见这种情况。有朋友这个有，我们这也正常，我们也一样，是吧？啊，那就对了。
就互搓一下嘛，啊，你给我搓搓后背了，那个一会儿我给你搓搓，我给你弄弄啊，这很正常这个的啊。然后南方没有啊，湖南人表示没有啊。那我觉得有机会去体验一下，挺好的。尤其我们北方有好多就是那种洗浴中心，洗浴中心那种的，你可以去体验一下，那样的地方都很舒服的。比如说洗浴中心，你进去之后呢，朋友们，有很多朋友没去过，宁哥以前在里边上过班。我给你聊聊这个洗浴中心怎么去。有时候可能就像有些人说句实话，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我也没坐过飞机。我干嘛？我上哪？我上网去学，上网百度坐飞机怎么坐，他就告诉你提前1个小时来到机场换登机牌，然后呢过安检，过完安检之后行李托运，换完登机牌行李托运，然后行李里不能带什么东西，不能带什么东西，然后过安检，过完安检再找到登机口，就跟坐火车一样，啊。我也是这样子的人，我当时我第一次坐飞机，我不知道怎么做呀，我也是百度一下搜着嘛。所以有很多朋友不知道第一次怎么去洗浴中心，朋友们我给你讲讲。首先一般呢，你进到东北的洗浴中心之后呢，你一进门基本都有门童，啊，基本都有门童，就说哎那个比如说先生或者女士啊，哎你好，那个几位啊，然后他问你啊洗什么套票还是那个单次啊？一般就是洗什么套票。啊，套票是什么呢？套票一般都是，比如说，58块钱，打个比方啊，就是58块钱套票是什么呢？啊，套票就是58块钱一张早票，然后呢，不是套票，就是单独的票是58块钱，套票一般是98。去一趟这个洗浴中心是，比如说单票是58块钱洗一次澡，套票呢是98，98里包含什么呢？包含一个搓澡。1瓶红牛，哎，也不是好贵。当然你可以办卡，你可以办说充值卡1000块钱，啊，你办个1000块钱，他送你200，然后就等于洗一次澡38。啊，你可以办卡，然后但是一般都是买套票，或者是上那个美团或者是什么团购什么那种的，团购一个就比较便宜，啊，然后一般进去了，他就问你洗什么啊？你说比如说我洗套票。啊，行，套票行，来，先换鞋啊，到那个鞋吧，他有个地方，你想把鞋换了，他把你鞋拿走了，然后你换一双拖鞋，换一双那种干净拖鞋，他会问你，那个你好，比如说你穿皮鞋来的，或者是穿旅游鞋来了，你就问，你这个鞋需要刷一下吗？基本上都是什么呢？都是先问你刷不刷鞋，啊，这个鞋刷不刷？刷鞋一般是多少钱呢？也是10块，正常鞋就是给你抹2下，给你擦吧是10块钱，比如说你就打点油。皮鞋打点油是15，哎，就这么个东西。因为你说鞋要不要擦？一般我去都是我比较抠嘛，我说不用，啊，那不用，那个不用擦，没事啊，可以，我刚刷了鞋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要是在东北，就是比如在北方洗澡习惯了，你一般都会跟那个服务员说一句。比如说拿鞋完事之后呢，你要干嘛呢？去吧台，人给你手牌给你拿来，就都有个手牌，都会给你个手牌啊。比如说你的手牌号是这个018啊，比如说你的手牌号是018啊，然后呢里边有个棍儿，就是你会进到洗浴嘛。但没进之前呢，一般老去洗澡的话都会加一句说，哎。那个给我来个下棍儿。为什么要下棍儿呢？一般要下棍儿的人都是比较有牌面的，啊，比如像你总去，人会给你 VIP 棍儿，VIP 棍儿呢那个棍儿就是比较大，一拉开里边有衣架，然后呢里边还有镜子，然后呢是个大柜子 VIP 棍儿，你总去，比如说为什么是018？因为我刚才提到毛18了嘛。下棍儿，不是说棍子的棍儿，就是柜子，那个储衣柜儿，把那个衣服放里面嘛。然后一般就是老客户可以给 VIP 柜儿，但你一般平时去的就是，哎，给我个下柜儿。下柜儿什么意思呢？就是它都分上下层嘛，下面的柜儿比较好放东西，上面的柜儿呢比较就是容易就是不太好弄，不太好，一般都用下柜儿，下柜儿会大一些或者是好一些啊，不是下柜。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进去了，嘎，
他就比如说你是男宾啊，因为女宾我没去过啊，我只能跟你讲男宾的事儿。进去了，进去先到一个换衣服的地方，就其实跟你们平时去游泳池游泳差不多啊。先到一个换衣服的地方，到时候呱呱呱衣服就是脱掉啊，就要进去。进去正常北方呢都是有几个池子的，比较狠的那种洗浴中心呢都有几个池子，啊，有几个池子，一般是什么呢？正常一个大池子，特别大的，那个水温呢大概在35度左右，啊，为什么呢？它是属于一个入门级的一个池子。啊，就是这个35度左右，入门级的池子，就是谁都能泡，小孩也能泡，大人也能泡，都能承受得了那个温度，啊，它是这么一个地方。再往边上呢，那个水温呢大概是40多度，但具体多少，大概就是45度左右，啊，40到45度左右，是一个特别烫的，就是正常人进去会觉得特别烫那种的，啊，这么一个池子。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池子呢，有可能是那种就是再烫一点的，它一般都会分2、3个池子。当然还有一个什么呢？是冷水池。有朋友说水深吗？水不深，就是你整个坐在那儿之后呢，得到你这个脖子这地方左右吧，基本上都能到脖子这地方啊，或者你坐直点就到脖子，你坐低点就到这个下巴呗，就是你自己选择嘛。啊，就跟泡温泉其实也差不多。然后呢，基本上那个这里边呢，然后有一个区域是什么呢？有个区域是桑拿。啊，就是那种蒸汽房，你可以进去蒸一会儿。我们北方也讲究蒸一会儿嘛，就进去，其实跟泡温泉也差不多啊，就进去蒸一会儿。蒸完之后呢，有些人比较喜欢刺激，说蒸的给自己蒸的浑身蒸透了啊，蒸个这个20分钟，就是感觉蒸透了，就是热的都不行了。外边有个凉水池子，冰冰凉，直接钻进去。那一瞬间可以爽到一个极点，但是我没试过，我怕死啊。但有很多人那么干。啊，有很多人那么干，就是给自己蒸的特别热，然后瞬间进入那个冷水池里，特别爽。有朋友说穿衣服嘛，啊，当然是不穿的。就是，就是洗浴中心和泡温泉还是有区别的。泡温泉可能说几个人一块泡出来，穿个泳裤啥的，是吧？男的穿个泳裤，女的就是穿个泳衣啥的。但我们那纯就是不需要。一般洗浴中心不存在那个说穿个泳裤啥的。啊，没有，有时候不尴尬吗？只要自己不尴尬，那就也没有什么尴不尴尬的。我不知道，反正那个时候，这东西没法讲太细。反正这个东西就是吧，就是也都这样。哦，当然会有些尴尬了啊，当然会有些尴尬，但你自己有毛巾的，你自己挡点儿。嗨，反正都是人，其实里边都是人啊，都是人。然后呢，然后正常就是蒸完了之后就去搓澡嘛，那边有搓澡区域。搓澡呢，一般都是什么呢？东北就比较讲究搓澡，因为作为一个东北人，其实一天不搓澡，也不是说一天不搓澡，1周不搓澡是非常难受的，所以基本都会搓澡，基本上所以都会搓澡。搓澡的时候呢，你就躺在那儿啊，躺在那儿，人就问你那个啥，哎，咱们讲的是绿色的东西啊，就是咱们讲的是一个洗澡的一个东北洗浴的一个东西，咱不是说穿不穿衣服这件事啊，朋友们，啊，我相信我讲的很多东西，北方人是能听懂的，就是我们北方人应该是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而且他也知道到底穿还是不穿，啊，有朋友说我是南方人，我接受不了，很可怕，那就可能是不知道，可能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吧，啊，不知道，无所谓了。然后呢，然后就是开始搓澡嘛，搓澡基本上都有几种呢，啊，就是问你说那个，先生那个你是用毛巾搓还是用澡巾搓呀？啊，毛巾呢一般就是你洗浴的时候他都会给你一条毛巾，就拿毛巾给你搓吧。但用澡巾搓的是比较干净的，但那个澡巾呢基本是5块钱到10块钱不一定。啊，那小的时候也没钱呢，我就说那个我自己带澡巾来了。我自己从那个拿出一个澡巾，我说你用这个搓吧。哎，小时候没钱呢，都没钱嘛，都是正常洗澡，都自己带澡巾嘛。我说搓吧，搓他就搓那个，小伙要不要给你打点盐呐？啊，后背打点盐，杀菌什么玩意儿的啊？我看那个小伙长得挺白净，给你打盐，给你好好搓搓。打盐也有讲究，打盐呢一般都是得加个10块钱到20块钱，啊，其实它就一袋那个海盐嘛，你去
你去超市买估计才1块2块吧，但他给你打到身上给你搓就加个10块到20块钱，具体我忘了多钱了。打点盐吧。哇，不用，你就正常搓就行了。那就给你弄点奶啊，打点奶身上。什么叫打点奶呢？就是把那个奶撒到你身上之后给你搓，就其实就是也渗透不了你皮肤里，但是就一个形式上感觉好像就是用奶搓了，好像就很高贵吧。就跟很多人泡红酒浴什么吧，你说那个酒是真能泡到皮肤里吗？也不是啊，就是他要那个感觉嘛，对吧？说你要奶吧，那不要，那他就正常2档了，就剩正常2档，这2档是免费的，一个是用醋，一个是用柠檬，啊，对，就这2个选择是免费的，就是你搓澡里是免费的，打盐是花钱，打奶是要花钱的，但是用醋和那个柠檬这俩东西呢，它是一个免费的。朋友们，要是你选什么？你告诉我。如果人问你说，哎，你要醋搓还是用柠檬搓？你选什么？你告诉我。你说宁哥，你怎么用柠檬？咱们是在腌肉吗？咱们是在做这个泰式鸡爪子吗？不是。有朋友说我都不要，我都不选，打咩受不了是吧？我跟你讲是这样的，醋这个东西呢，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就是醋它有一定的杀菌效果，啊，包括那个什么，就是你会发现醋涂到身上会非常的就是那种涩，就是苦涩的涩，它会更下灰。包括柠檬，它里边都有一些像柠檬里边主要就是维 C 嘛，这些东西嘛，对吧？然后它到你身上都会有一个美白效果，也起到一个就是去油污的一个效果，因为你身上都是有下灰，这2个东西都得弄。下灰用的，啊，有朋友说受不了，说身上倒醋，那其实不是的，那玩意儿你吸收不进去，它都在你皮肤表面的啊，没事儿，而且它也不搓你脸，就搓你后背什么的啊，它是比较下灰的。有朋友说有多少灰？真不少，不是，是因为这样的朋友们啊，因为很多可能我说这个东西他们理解不了，他们觉得好像一个人身上能有多少灰，其实它并不是有多少灰。它是角质层，你真正你去趟澡堂子，比如说你泡个半个小时，你去搓，谁搓都搓一身，谁搓都搓一堆，啊，你别吹，你说我宁哥我天天洗澡，啊，宁哥我天天洗澡，我肯定可干净了，我搓不下灰，不是的，你去泡，走池里泡，你试试。各位新年快乐！讲搓澡讲上头了，你知道吗？新年到，新年好，又是一年春来早。你对这一句安好，我把红包准备好。你左依，我拥抱，好久不见可还好？一口汤圆我睡觉，又是团圆的味道。恭喜恭喜你呀，我这香有理了。你多谁也不算见外，合照就是要擦个开怀。恭喜恭喜你！想谢谢朋友们又陪我度过了新的一年啊，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能够一切顺利，万事如意，好不好？各位新年快乐！好，可以了啊，可以了，咱们一起跨了个年，挺好的啊。啊，接着讲搓澡的事儿啊。哎，你们想听吗？你们感兴趣吗？你们不感兴趣，我就不聊了，咱们就聊点就高大上那种的。啊，咱们聊聊就别的也行，就是你们要不想听这种家长里短的东西，因为我直播间确实有很多很多南方人啊，就是南方的朋友啊，包括我现在也在成都嘛，可能他们不太了解。然后呢，其实用醋和那个柠檬搓澡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啊，非常之正常。就是你到时候就它不会进入你的皮肤，而且会让你搓得非常干净。有朋友说我身上哪有那么多灰啊？其实不是的，你去泡泡，你试试。你听你宁哥的，你说有一天你说找个洗浴中心，你去泡一会儿，泡完之后你说用醋给你搓搓，你知道你身上有多少灰了。他说的不是说你有多脏啊，他说的不是，其实不是说你特别脏，它其实是角质层。啊，每个人都有，就像你皮肤，你女孩你没事你还脸还去角质呢，
对吧？你没事，你给脸还去角质呢，对吧？那比如说像用了我合作的那个磨砂膏，可能那就是不用了啊。用了我这个代言那个磨砂膏的话，可能搓澡这块就可以省去了。没错，就是欧蕾磨砂膏，对，用我合作的产品可能就不需要了。但是正常的你搓澡都会有的。然后呢，搓澡，搓完之后呢，再去就洗一下，就冲一下嘛，你身上打点泡沫，它可以洗干净啊，对吧？你洗完之后呢，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回家，第2个选择你可以继续消费，啊，一般呢洗澡都是1层是男浴，2层是女浴，3层呢是啥呢？基本都是餐厅了啊。如果你饿了，你洗完澡一般都是你忙活那么长时间，你就泡30分钟，又搓又蒸，一顿折腾完事儿，你高低得饿一下。一般3楼这餐厅，你去餐厅呢，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一顿，基本上洗浴中心都会有一顿免费的自助餐，大概在6、7点钟左右。但是如果说你6、7点自助餐完事儿了，你8点钟左右去洗，就没有自助餐，那你就得点，基本都会点一碗面什么的啊，点碗面啊，点个拌饭啊，韩式拌饭啊。然后各种什么冷面啊，各种什么打卤面呐，点一碗面吃了啊，吃完叭叭也挺香。接下来呢，3楼呢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区域，或者是4楼。4楼是啥呢？是这个棋牌室。就比如说你跟朋友一块来了，俩人上上面坐一会儿，点一壶茶，哎，1壶茶，1杯酒，俩人在这玩会儿跳棋，下会儿五子棋，来会儿象棋。啊，或者是来点这个飞行棋都是可以的，啊，或者是俩人就来一杯什么茉莉花茶呀，或者是什么玫瑰花茶呀，俩人喝点柠檬水呀，俩人给他聊聊天也是消磨时光。要就是坐在那种像类似炕上的那种地方，就非常温暖。然后俩人穿的这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吧，俩人跟朋友玩会儿，可以打会儿台球啊，打会儿麻将啊，都可以，搓麻将什么的都可以。然后呢，一般是4层是这样式的。再往上呢，5层呢，基本就是足疗这一块了，啊，基本上都会有什么呢？以前就是都会有一个叫做休闲大厅。什么叫休闲大厅呢？就这个厅里放了无数个张沙发，大概有那个厅比较大，能放50、60张沙发，每张沙发都是那种可以躺下来，然后里边是乌漆麻黑的，特别黑，就是每那个屋里特别黑啊。就是仅有的光源是来自于每一个沙发旁边有个小电视，那个光源来自电视。有朋友说我听完我想去，对，没错，就是类似快乐老家那么个地方，非常之黑。然后呢，就基本上那个就是想说足疗啊，或者是什么采耳啊，这种的都可以在那个房间里啊，在那个大厅里。然后呢，比如说足疗，一般我们那我记得我好多年前那个足疗好像是39块钱吧。现在估计贵了啊！现在估计得89了啊！那个时候反正比较贵嘛啊，比较便宜嘛。那个就是大厅。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比如说像泰式按摩，就是比较需要全身给你来个这个来一顿招式那种的，就给你一顿掰那种的，你就要上6楼了啊！6楼有那种单独的房间啊，当然房间里都是那个都是非常绿色的啊。啊，都是非常绿色，就是哐去给你按摩，你都知道泰式按摩什么那种的，对，属于这种的，啊，就是完事儿一套完事儿啊，全完事儿了之后，基本上，当然那个休息大厅，那个刚才那个休闲大厅也可以进去睡觉，你可以进去就是别人在按脚，你可以在这躺着看会儿电视，然后睡一觉，都免费的，啊。有朋友一直光的吗？不是，我刚刚说了，1楼是男浴，2楼是女浴，3楼是公共区域了。就是咱们从1楼，比如说你是男生啊，从1楼这个洗完之后你出来，你要换上浴袍的，不是说你想得美，只要穿上那种汗蒸服那种比较这个就松快那种衣服，他会给你准备的，基本不会有一次性的。当然你也可以花钱买一次性的，就是那种比较好的。但基本上都是买那种他们都整体干洗的也很干净消过毒的那种浴袍，你穿上啊，就是可以在整个楼层里溜达，就是休闲娱乐。
慢慢缝隙清洁好，在我老家的门口，铁道拆的长街上。完事儿了就完事儿，你比如说你累了，你不想在那过夜，你想回家睡觉，你就下来1楼，想冲一个再冲一个。你比如说你把那个衣服脱了之后，你想再冲一个，再冲个澡、洗个头什么的，出门回家也可以。或者你直接下来就是换鞋，到前台一结账，嘎手牌一交，鞋一给你，你就回家了。啊，基本洗浴中心是这么个流程。有人说宁哥，你搓澡的时候会被人认出来吗？你宁哥以前是给人搓澡的吗？我以前不说，我说我以前干过搓澡吗？就是啊，当然开玩笑了。没有，因为我去那种公共浴池洗澡的时候，我还没红呢。自从红了之后，就再也没去过，不敢去。那玩意儿我要去有点危险，因为里边就是咱们那虽然就是怎么说呢，虽然是个公共区域，但是里边不禁手机啊。你可以拿手机搁那玩啊，咱那个完全靠一个自觉，那个就是道德上完全靠一个自觉，啊，所以我是不敢去。所以人家说成为艺人的烦恼是什么？有朋友说没有自由了，我不是，我是属于就是不能搓澡了。我成为艺人，就是我觉得对我的困扰最大的就是不能再去搓澡了。恭喜恭喜你呀，没有烦恼打扰你呢，快乐一直与您同在，好运滚滚。所以很多这个南方的朋友，如果你到了北方有那种，你可以搜一下当地的洗浴中心，你去体验一下，会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难忘的体验的，我觉得挺好玩的啊。有朋友说宁哥，那你进去戴个面具呗。我进澡堂洗澡，戴个奥特曼面具，我嘎进去了。戴个孙悟空的也行，猪八戒都可以，弄个小塑料面具我进去了，那不全场全看我吗？本来没什么人注意你，大家就是都是很平常的，然后结果我戴个面具进去了，人不都盯着我吗？刚才有朋友不说尴不尴尬，肯定尴尬死了呀。有说宁哥你敷个面膜进去，那玩意儿你得洗头吧，你得冲脸吧，你得。而且搓澡这玩意儿，有朋友说你说搓澡的时候还敷面膜，搓澡你得先躺着，躺着可以敷，但你趴过去呢。有朋友说宁哥有单间吗？哎，我那个什么，我刚才说的那种属于洗浴中心，但是我们其实小时候大部分洗的都是那种公共澡堂的，我不知道你们南方的朋友知不知道，就是那种公共澡堂的。公共澡堂就是也是一个类似这种洗浴中心，但是是个缩小版，它没有其他的1、2、3、4层的东西，它基本就1层，只有洗浴的地方，啊，而且就是什么呢？当时还能洗单间啊，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不知道是吧？因为就是也不能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这个一种这个思维上的一种落后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家里是没有热水器的，而且我很多身边小伙伴们家里也都是没有热水器的。他想洗澡呢，必须要到公共浴池去洗，对吧？那个时候也不至于说买不起热水器，只是没有这个意识，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好像去澡堂洗澡这件事儿是一个就像你有的时候你想看电影一定要去电影院看，你也不是说。很少就是他不是说买不起热水器，就是没有那个意识，你明白那个道理吗？就觉得就是好像洗澡就应该到澡堂去洗，啊，不能在家洗，在家洗不干净，会有那种感觉，啊，就是会有一种仪式感。但那个时候去那种澡堂洗，有那种职工浴池什么的，你能洗个单间已经算是家庭条件不错的了。单间是什么呢？什么叫单间？基本就是，但是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洗过单间啊。因为我家里条件非常，也不是说不好吧，就是没有想过过这么奢侈的生活。比如说平时澡票是多少钱呢？澡票是洗一个澡是2块钱，很便宜啊，洗一个澡是2块钱，有的好点澡堂是4块钱洗个澡，其实就4块钱你就进去了，给你个棍儿，你进去都有锁头，衣服一脱进去一洗，洗完出来就走了，就4块钱2块钱，很便宜。但是什么呢？但是单间呢一般是20块钱。
单间一般是就是一个单间是20块钱。其实什么叫单间呢？就是进去跟现在咱们很多人家里卫生间是一样的，一进去是个卫生间，一个长条，这面有个大缸子，浴池有个大池子，这面呢有个淋浴头，其实就跟我们现在住酒店那个也差不多，有一个浴盆，然后这面有一个淋浴头。那个时候那就叫单间，你可以自己洗，就很奢侈啊。对吧？那犯不上啊，对啊。其实你现在看是犯不上，但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去洗单间就觉得哇，好厉害，他能洗单间啊。有人说那10天，那你一次洗澡一次4块钱，也不贵也不便宜啊。你想想，我一个礼拜光洗澡就4、6、24搓进去了，4、7、28就花进去了。我们那儿啊，其实就是我不知道啊，我小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挺爱干净了。我1周洗1个澡。小的时候，啊，小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这个7、8岁、10岁左右的时候，11、1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周洗1个澡，不是天天洗。啊，一周那我们东北基本哈，我们那个我不知道别人啊，我那个时候我身边的那些朋友都基本都这样，一周洗1个澡，不像现在说现在家里都有热水器、水龙头，每天早上，但是我现在是1天洗1个到2个啊。所以这也是一些南方和北方的一些小小的一些生活区别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东北太冷了，冬天洗澡容易冻死你啊，而且就是哪怕秋天的时候洗澡都特别冷，你知道吗？夏天呢，夏天基本上就是家里条件好的是1周洗2个。啊，1周洗2个也差不多。但是我们有朋友说，那夏天那么热，你身上出汗，你1周洗1个澡，你不得臭死啊？我们东北有方法，基本是什么呢？就是夏天的时候怎么过呢？可能总去澡堂子也不太方便，打一盆水，然后呢拿毛巾蘸湿擦身上，啊，也是爱干净的，1天也擦一遍，但是没有那个淋浴，因为家里都没有热水器嘛，我刚才不说了吗？基本都是什么呢？就是擦一擦啊，就这种湿毛巾，就是头湿了擦一擦，然后擦干啊，就差不多了，基本都这样啊。有人说不臭吗？也没什么味儿吧，我觉得没多臭吧。你是吃啥了？你能浑身那么臭？也不臭，有什么可臭的？没臭啊，因为小孩出点汗，有啥可臭的？没有，洗也挺干净的。有朋友说，其实因为什么呢？因为北方，我说句实话，可能我是东北，我可能代表不了北方。东北就是温度没那么高，哪怕夏天也20来度。你们说的夏天，我们也就是25、6度。就是我们夏天的我们那地方夏天，你说天太热，热受不了了，28度。啊，今天不行了，我有史以来我们这最热的时候30度，就是这种的。所以你说有啥可出很多汗？你说很热，那也没有啊，对吧？对呀，我们就是这样的哦，我们就是这种的，就是因为东北那边其实确实是没有特别，尤其我们丹东属于沿海城市，啊，又沿着江，然后呢就是温差不是那么大，对，比如像你看，比如说你是一个南方的朋友，你到冬天你说天太冷了，冬天了，你看今天都0度了，今天我们已经0度了，你知道在东北说啥吗？啊，这个今天有点转暖了，0下6度了。今天暖和点啊，今天0下6度。你看这种，你就明白它的一个区别了啊。就那种的，到不冬天动不动就是哇，今天好暖和啊，今天多少度啊？今天0下4度啊，是，你看前2天0下6度的时候就好了一些，但是今天是真暖和。0下4度啊！我估计很多像南方的朋友，比如说你说降温，你说哪怕是别说0下4度，你就哪怕4度，你都能冻得就是懵了都已经，所以可能也就是因为，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热啊，夏天也不是像南方特别热啊。有朋友说可以当那个天然冰箱，对呀，冬天的时候，比如说你到饭店去点，说那个人说那个你好，
你是要这个冷冻的那个饮料，还是说要常温的？啊，一般人问你说喝什么啊，给我来瓶饮料，你要凉的还是要常温的？人说我要常温的，直接给你拿个冻蹦蹦硬的进来，啊，这就是常温的，因为放在外边就是冻的这么硬。啊，你再冷冻了啊，冷冻就还好，冷冻还没冻上，就是现在光是就是刚在冰箱里冷藏的，啊。人家问你说你要喝凉的还要喝常温的啊？常温的就是已经冻成冰坨子了啊，凉的就是在冰箱里有点凉气儿的。